大家好，我是 FCGR。这部影片的开头，先跟大家讲一下，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感觉镜头应该跟平常不太一样吧？因为我现在人在外面，所以用的是笔电的镜头。好，最近又是去日本，又是去香港呢，现在人在上海哦，所以有点久没有出影片啊，先跟大家道个歉。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像我这样来来去去的人，最需要的是什么？没错 ，VPN。影片开始之前，要感谢本期影片由 Surfshark VPN 爸爸赞助播出。你会有想要玩游戏却因为区域不对而玩不了的困扰吗？想要浏览网页却害怕资讯泄露？想在 Netflix 上面看各种动漫跟剧却饱受区域限制所苦？那这时候就需要一款 VPN 来保证我的连线安全，让我随时随地安心畅游网络世界。Surfshark VPN 遵守不设日志记录政策，不会追踪和储存你的任何线上操作，可以在没有网络记录的情况下安全匿名浏览网站，而且完全没有使用装置数量限制。Surfshark VPN 在100多个国家地区有3200多个伺服器，帮助您解锁地域限制，让你在哪都可以高速观看各种串流平台玩游戏。那要如何取得呢？不会只有我有，现在只要点击我的专属连接，并输入我的代码 RSAY777，就可以用超优惠的价格获得 Surfshark VPN。不止这样，还外加4个月哦！还在等什么？现在赶紧点击影片下方的连接，获得 Surfshark VPN 吧。好，那本期影片也要感谢鲨鱼爸爸赞助播出。那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本期的影片吧。因为有点久没做影片的关系，所以这一期的话，我想先从这个 MD 的环境报入手哦，算是整理一下我最近玩游戏的理解，然后也介绍给大家这样子。那本期影片的话，会包含我对环境的分析，然后还有大家最爱的 T 表，以及我在目前天梯上还有比赛会使用的卡组哦。那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介绍吧。首先这一期最大的影响就是优贝尔登场啦。那除了优贝尔以外，其实还有我们应该很多人喜欢的这个百夫骑士团这个主题。基本上影响环境比较大的还是优贝尔啦，因为优贝尔其实他把所有优贝尔增强的卡片几乎算是一步给到定位了。当然你会说还有后来的克魔，但克魔毕竟也不算优贝尔体系啦，这是后续的外挂，所以优贝尔体系本身已经几乎是出完了。那差在是有一张卡片叫超兽，那张卡片没有出，对，但它也不是本家啦，不过它是优贝尔基本上几乎算是本家的一张卡片了。那右边的百夫骑士团的话，缺的卡片还是比较多的，没有一步到位，所以目前来说竞技实力比较有限啊，但是还是可以玩，对。我还是多少有看到有人在玩的，那喜欢的玩家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就百夫是可以玩的 ，OK。好，那再来影响环境的还有一个是7月禁卡表了。那7月禁卡表其实不止动这2张，但是我们就抓比较重要的2张出来讲。那首先是起调线2，那起调线2影响的是消防队的出动，那这也不用多说。然后再来是篝火，那篝火的话影响就是 DC 的2个龙头，消防队跟野王都是有遭到削弱的。但具体影响程度的话，我相信在整个7月，因为其实7月现在已经7月23嘛，我拍影片7月23。就已经出蛮久了，那大家应该也可以感受到火牌还是很强哦，就是整个环境天梯的龙头其实还是火牌，对，那所以这2个的话，说实话影响没有那么大，对，应该都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大。然后剩下的7月金卡表就是天庭号啊什么的，但那个影响也不是很大，对。接下来就是大家最喜欢的tier表啦。那这个tier表的话，主要是针对 rating 以及天梯来做排行的。那比赛的话，因为最近有那个 Challenger Cup 嘛，然后很多的实况组啊都会来播这个 Challenger Cup， 那包括我自己也有主持几场这样子，然后我自己也有下去打比赛。那在上个礼拜有一场64人的，我是有拿到第3名的成绩的，就还行啊，我就是比较偏向玩玩的，对。可能没有其他人这么认真在准备，还有打这个比赛这样。但我自己 rating 的天梯打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这整个 T 表是比较针对的是 rating。那你如果想要准备挑战者杯，就是 Challenger Cup 的话，也可以稍微参考一下这样子。但是比赛的事情，我想要之后再聊。我可能之后还会再去出一部影片聊那个比赛，就比赛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对，那这边主要是针对 rating 和天梯。那首先 S 级我给到的是优贝尔、阎王跟消防队。
那左到右是有高低排行的，但是 S 级的话，我觉得3副其实是差不多的。你要我把它叠在一起，我也觉得 OK。就是我觉得3副其实没有差那么多。那可能优贝尔整体来说，我觉得比炎王和消防队优秀一点点。对，一点点。那炎王跟消防队差不多了，大差不差，就各自有各自的问题。这3个会给到 S 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本家系统够强，然后打完几乎一定会赢。那后手的话也有大量的手坑去支持你返场，然后消防队的话是比较偏向系统内以及大牌的去突破这样子。那就后手能玩，然后先手很强，就是这3个卡组的共同点啦。然后对局上的话也没有比较特别劣势的对局，就整体来说还不错。对，然后 A 级的话给的是皮尔利、烙印，然后跟伊斯怀。那这3道卡组的话，先讲皮尔利啊。皮尔利虽然最新的卡表小黑限2了，但中黑还是可以抽，所以先手用中黑取得大量资源，然后后手依赖手坑去做返场。现在纯皮的话应该是比较多的，所以皮尔利这一套我自己觉得也还不错，玩起来体验感算是好的。然后烙印的话，很多高端的玩家会使用啦。那我自己觉得这套卡组还是比较偏向绝活，然后现在的烙印基本上呢，我看到的都是组到60，然后去携带大牌，像是拮抗啊、1D 啊、3账号啊这些卡片去做大规模的返场。对，那讲到大牌这点，其实你可以看到 S 级3个卡组，虽然我说他打完很容易赢，但是他们3个有个共同点，就是几乎没有魔线康。优贝尔可以在构筑选择上去制造出魔线康啊，然后费件也不算多，所以优贝尔算是面对这些比较好的一个选择。然后消防队跟炎王的话，就虽然挡很多，但是魔线康就比较难制造了。对，当然消防队也可以去考虑带幻兽机啊，但那个又是费件问题，所以就大家可以自己再取舍一下。所以烙印面对到这3个卡组的时候，他的拮抗胜负加1D 这种，还有3账号去抓割草、抓烙印融合这种战术的话，其实还是蛮有用的。对，所以烙印的话，在整个 rating 的表现上来说也蛮好的。然后再来是伊斯怀，那伊斯怀一样，就先空真的很强，不管你要带荷鲁斯不带荷鲁斯都可以，要带超不带超都可以。对，那大家可以自己再去做构筑上的选择。我最近比较少玩伊斯怀，这个就不再多提。对，然后 B 级的话，我给的是伊格尼斯，然后Spy，然后割草的话是60的那个荷鲁斯 GS， 就挂伊斯怀挂荷鲁斯，然后可能有什么剁手去抓割草之类的，然后一样3账号大牌。嘿，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霸王魔术师啊。对，那这些卡组的话，我自己在 rating 高分段的时候也蛮常遇到，说实话也蛮烦的，尤其是 Spiral 那个60的，有时候你像你玩消防队这种没有什么手坑的卡组，你那个 G 丢下去可能就会被他抽干，就还蛮烦的。对，所以就这些卡组的话，我自己觉得也是可以考虑去做选择这样子。但就 B 级之后的卡组其实都比较偏向绝活，烙印也是比较偏绝活的，所以大家就是熟悉的话可以玩，然后不熟的话就没有那么推荐，就可能比较需要练习量。其他 B 级的卡组其实应该还有很多啦，大家可以自己再去选择，就不是没有列在上面就是不行。对，那接下来是我最近有在玩的几个卡组的构筑，那推荐给大家。那首先是优贝尔，优贝尔的话手坑带的是可以比较多的，然后这个构筑比较特别的一个点是我们带了雷精灵的这个萝卜。那这个萝卜的话，就可以有效解决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那些60的卡组会带的那些大牌哦，像是拮抗胜负之类的卡片。对，那具体萝卜的使用方式就是你在演到最后用巨大雷精灵去调度那个萝卜，那就可以制造出场面有一个魔线康这样子。那因为优贝尔有2星嘛，然后还有Link 2的关系，所以这个巨大不算太难出。可以通过我们 MD 还没被禁掉的雷精灵妖精去出这样子。那这个是我构筑比较特别的地方，那其他就比较没有什么特别的了。对，就很常规的构筑，3个解门，然后带招来神，然后带这个1换1去做补电。
那一换一的话，你如果不喜欢，也可以考虑带那个皮尔里斯的地图，那张卡片可以抓攻击力0的怪兽，对，也是一个展开点这样子。那地图有几个问题，就是一个要扣4000，一个它只能通招后才能发效果这样子。对，然后召唤神这个是要带的，就是莲花旁边这一张这个召唤神，很多人问说为什么要带这个东西，不是带3个招来神？因为你解门单卡要动的话，你要解门抓招来神，招来神抓召唤神，然后通招召唤神，这样才可以动。对，因为你这个召唤神不能抓自己，然后解门1回合只能开一张，所以你如果解门要单卡动的话，一定要放这个召唤神。那这个我觉得目前构筑是必带的，所以大家记得投入这样子。然后剩下就是精灵带3，然后这个苦痛带2。那我自己比较推荐苦痛带2啦，尤其是刚开始玩的，因为你苦痛少一个，你有时候很容易被处理掉，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就后续的续章会很难受。然后额外的话，我自己有选择双翼，对。好，那优贝尔的话大概就这样，之后可能还会再出一部更细的影片来分析。然后关于优贝尔，因为是比较新的卡组，所以大家构筑上其实还有蛮多问题的。那我们在影片的最后也会一起去回应大家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们将要炎王，炎王这个我比较少玩，所以大家构筑看看就好。那因为最近比较没有什么比赛，所以我构筑上其他人的构筑不太好找。那我自己觉得也是大同小异啦，炎王就是你在小蓝限制，然后小蓝限制之前就限了嘛，然后这次篝火限2之后，我觉得炎王妃一个是炎王妃必带满，然后再来是金签这个卡片很厉害，几乎一定要带，然后额外的话差不多就是这15张，也没有什么好改的。可动格大概是这个转身颜色的独角兔，那张卡片可以换成你喜欢抽码可以带抽码，你不喜欢的话可以带小叶，然后还有一张卡是 R8的那个光子清，可以比较直观的去防陨石啊，就这些卡片。那我自己觉得炎王 combo 本身就有防陨石的功能了，所以我是觉得独角兔还不错，可以带这样子。对，那其他卡片喜欢的话也可以选。然后黑魔女的话我是没有带满的。所以，如果你觉得有点卡的话，可以再带一张黑魔女，可能踢个校分之类的。嘿，炎王的话大概就这样，我没有玩很多，所以大家就参考参考就好了。然后那个上方的卡组名称这里都有卡组代码，所以不要再跟我要牌组代码了。然后，对，如果你连这样子看着输进去你都懒的话，那真的没救了，好不好？就已经提供成这样了，就大家自己手动输一下，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然后那个卡组代码使用上的话，如果你有发现你抠出来是有缺卡的，可能先不要按一次合成，因为有时候你缺的可能是那个灰流力，我不确定它输出出来它灰流力会是原图还是异图。如果你之前把原图的灰流力拆掉的话，有可能它会判定你那个就缺那3个原图灰流力，然后你可能会直接把原图灰流力合出来就亏了，所以这个使用上大家自己要注意一下。好，然后再来是消防队。消防队我近期在 rating 上使用的构筑是这一套，那实况上也有用，就是带这个斧头，然后加上飞机去抽解牌跟针织狙。对，然后解牌的话，我携带的是超融合，然后还有3战之彩。那其他解牌可以带的，可以考虑的像是1D啊，但是1D我自己还没试过，不确定效果好不好。那超融合我自己试下来。堪用，没有到超强，但是可以用，对，所以后续可能会考虑换成1D试试看然后3星去跳飞机抽2丢1这个动作，我目前试下来算是满意的，就是打优贝尔，然后打那个内战、打炎王都算还可以，就比起7带4。这个动作的话，我自己觉得3星带飞机这个在这一版好像表现的比较好一点点。对，好，那额外的话就比较没有什么特别啦。我没带魔皇后，我带独角兽，但你想带魔皇后的话也可以。对，那独角兽的话就是多一段可以结场的机会这样子，那大家可以自己再去做选择。然后剩下的应该就是标配啦。那没带超融合就不用带这2个补弹，好不好？那我们。就下一副卡组，那下一副卡组的话是皮尔利。皮尔利的话，我前几天有大
大概1-2天一直在玩吧。那时候主要是因为觉得打烙印优贝尔真的不是很好打，所以就换了皮尔利。那皮尔利在打烙印的对局上有显著的胜率提升哦，就是烙印还是比较烦那个抽6跟大黑的，因为他结场解一解，你手上还有资源，那你下回一样还可以再去做反场，然后甚至你如果是用吃饭叠出来的大黑，他可能有时候解不掉。对，那现版本的烙印是比较不好解这个的，没有什么黑山羊啊之类的可以去辅助他解场。对，所以皮尔利在面对烙印的对局上，我自己觉得还是比较有优势啦，因为手坑也多，那手坑多其实还是能拦停烙印的，烙印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就展开那么无敌啦。对，韧性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高，就手坑量一多还是蛮有机会拦停的，所以皮尔利也是推荐给大家。那金千虎我自己觉得算是必带，然后这个宝可梦升4只之后，强滩可能还是不要带的比较好，不然西真的会全家出去。对啊，那大概就是这样吧，皮尔利。好，那补充一下前面那个因为消防队有带金签的关系，所以讲一下那个金签怎么翻。首先，你起手没有超融合，你可以直接把超融合2个组件飞掉，然后纳季飞。然后接下来的话，你可以考虑飞暗灵石跟火灵石其中一个，然后飞一个小叶，对，然后剩下的话，如果你要走四海龙凤凰这一周可以，那就这2个一起飞，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大概是超融合组件纳季，然后暗灵石、火灵石。然后第2个小叶，然后跟这个四海凤凰这些，大概8张卡，8选6这样子。那金签要发就是翻6张，对。然后先开后开这个大家自己看你的手牌再去做决定这样子。那皮尔利翻6就比较简单啊，其实我没 PSY 这股价一定可以滚，然后那个纳季跟小叶也是优先滚，然后提风也是优先滚，这样就已经1、2、3、4张了。然后基亚公跟 L 鸟可以走1张。那你要2张都走也可以，反正你看你的手牌去做决定，这样。那剩下就差不多就这样。嘿，那皮尔利的金签就比较简单啦。接下来是针对单卡在环境的评价，以及我在实况上比较常被问到的问题去做一个统一的回答啦。那前面在讲优贝尔的构筑的时候也有讲到，就很多人会问说，要不要放这张永恒挚爱，也就是这个永续陷阱？那还有那个优贝尔要不要放超融合？那首先，我们先来谈一下这个永恒挚爱这张卡片。首先，这个永续陷阱在后手抽到是垃圾，完全用不了。然后再来是，你如果要放永恒挚爱的话，你通常一定要搭配这张融合怪去做投入。那优贝尔目前的额外的话，其实很挤，就是你会压缩到的是其他的功能键，像是双翼，或是有些人可能不想带连马，对。然后雷精灵妖精之类的，然后还有像是崩界凤凰这些卡片，就刚讲到的那些卡片，你如果在特定状况下没有的话，其实你头很痛。那要不要为了因为你要去投入一张后手用不到的卡片，然后就再压缩一格你额外的功能键？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存疑的啦，就是我自己感受下来是没有那么需要，所以不太想投入。然后，当然投入这张卡片有一个优点，就是你中狙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明确、比较好的妥协。因为优贝尔很明显中狙真的很烂，就是这卡组中狙真的很受不了。但他手坑也不算太少啦，所以中狙可能可以用幻影妥协，然后搭配手坑去做，在对方回合活下来这样子。所以我自己觉得权衡完利弊之后，这张陷阱应该是可以不用投入。那再来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放超融合？那超融合一样，就是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一个超融合在环境内强不强？我自己玩下来，我觉得还可以，就是不是烂的。但优贝尔有个问题，刚刚就是讲到，就是它额外很挤。那你如果要带超融的话，你势必不能只带这一张优贝尔融合怪。当然，你如果要只带这样也可以啦，只是你的超融会变得相对更不好用。对，超融合你要好用的话，基本上你还是要带尼龙王跟那个双头鸟这2张卡片。那你要再加上这张本家的融合怪，所以总计要3张卡片的投入。对，那这3张卡片的话就很吃额外，对，很吃额外。那你势必是不可能有
雷精灵的组件的，就绝对不带，因为放不下。然后正边的话，你要挪3个格子给超融合，加一个永续陷阱。对，那超融合在不是超级猛的状况下，我自己觉得这个组件我是不太想在优贝尔去带的啦。因为优贝尔其实是有带手坑的资本的，所以没有一定要用超融合这种结场卡。然后有些人会说，优贝尔不是后手不有点抽象，或者是后手也比较弱吗？那为什么不带超融合去解决？但问题是你超融合的格子，你本来也可以放手坑啊，手坑其实也可以解决后手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就有点假议题，就是你没有想到那格子本来其实就是放后手牌，对。好，然后还有一张卡片是那个啦，优贝尔本家有一张那个编年史哦，那个可以抓超融合，但那个真的是太卡了，我是超级不推荐带。我还是看到有人在带啦，然后我没有一把觉得那张卡片发挥到了。对，我就算我输了，我也觉得我好像也不是输那张卡片，那张卡片就是从头到尾贴在后台，没有什么屁用。对，输了都是输他其他本家，就是一般优贝尔做场会有的东西，所以那个编年史真的是别带了。你可以带这个永恒自爱没有问题，就当做 G 的妥协之类的，但是编年史还是算了吧，好不好？然后超融合的话，你们就自己权衡一下吧，就有利有弊吧，我觉得。但我自己觉得整体是弊大于利，所以不推荐带。OK， 好，然后第3个是优贝尔的教学和断点啦。这个关系到最近出影片的排程啊，但我自己还没录到特别满意的素材，所以能尽快出我就尽快出啦。对，然后断点的话应该可以比较早出，教学的话可能要再想一下。对，我自己跟优贝尔这个卡组也不是特别熟啦，我也是 MD 之后才开始摸的，然后。除了教学和断点之外，我可能还会再出关于就 Challenger Cup 就挑战者杯的影片，就再出一片分析给大家听，因为我觉得比赛有点稍微不一样。这样，好，那本期影片就到这边。喜欢我影片的话，别忘了订阅我频道。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或到我实况上来询问。觉得我做得不错的话，可以加入会员，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大动力哦。我是 FC 加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拜拜。